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，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，再熟悉的景象，也变了一副模样。从身边的世界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们一同飞跃。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，地势东高西低。长白山坐镇东南，鸭绿江、图们江勾勒出它的轮廓，松花江蜿蜒西行，灌溉出沃野千里。我们的空中旅程从吉林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开始，远观东北亚的一张名片，登上山顶造访天池，到靖宇探索龙湾的奥秘，最后和森林的守护者们一起在林海之上遨游。长白山，吉林的地理坐标。顶盖白雪的长白山，才是人们印象中它应有的样子。年平均气温零下7.3度，从10月到次年6月都有积雪。当我们从阳光地带飞入云下，雪花突然从眼前掠过。这是一座休眠中的火山，277万年间，冰川与岩浆切割出长白山现在的山形。它发源出松花江，注入黑龙江，勾勒出白山黑水。绵延万顷的林海与大小兴安岭合围起东北平原。冬日的千里冰封，将人们对北国风光的所有意象写实。2691米，长白山的高度足以让人远观，但来到这里的人不会仅仅满足于凝望。登顶长白山的路途会经过3种植被带。海拔1700米之下是针阔叶混交林，1700至2100米是高山越化林，2100米之上是山地苔原带。夏天，充沛的降水让山顶绿意盎然。秋冬季，绿色褪去，裸露出红褐色的熔岩地表。火山锥越往上，地势抬升越快，路面越陡峭。10.2公里，129个弯。火山就在脚下，火山口就在头顶。
天池就在前方。1000年前的一次巨大喷发后，火山口塌陷，降水和地下涌泉汇聚成了今天的天池。这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，湖面面积9.82平方公里，一眼看得到边。但它一眼看不到底。平均水深204米，最深处373米。天池是世界上最深的高山湖泊。20亿吨水被山体捧在2189米的高空，极其纯净的水质导致水中含氧量低，同时周围岩石裸露，植被稀少，天池不具备鱼类生存的条件。如此晶莹透彻的湖面并非天池的常态，更多的时候，它以另一番神态示人。12月，天池勃然变色，进入长达7个月的封冻期。冰魂雪魄才是它最常见的面貌。风卷起雪沫流云，弥漫在火山口间。从5000米的高空看过去，甚至有些摄人心魄。长白山最近的一次小规模喷发在300年前，地壳岩浆如今在水下休眠。冬季，热量随着温泉上涌，湖面无法完全冰封。从长白山出发，向西来到靖宇县，它是以抗联英雄杨靖宇将军命名的。尽管直线距离超过100公里，长白山在这里仍旧施展着它的魔力。这座近似正圆的湖泊叫四海龙湾，地下水与上升的岩浆相遇，迅速沸腾，引起一连串剧烈的爆炸，在地面炸出一个大坑，之后蓄水成湖。在四海龙湾周围分布着160多个大大小小的火山锥体，它们组成了中国密度最高的火山群——龙岗火山群。在龙湾湖底厚厚的沉积物里，埋藏着远古气候变化的痕迹。也许再过不久，龙湾就会与我们分享远古世界的更多秘密。继续向北飞行，一场特殊的消防演习正在上演。吊筒式消防直升机是演习的主角。
这个看上去不大的吊桶，可以在4秒内洒下1.6吨水。制造一道彩虹只是它的副业。直升机是最灵活的消防设备，可以有效地把火情消除在萌芽阶段。而想要第一时间发现火情，依赖着很多人的默默付出。这是长白山脚下的洞3号瞭望塔，像这样的瞭望塔在长白山周围有15座。这是洞沟号瞭望塔，无论你在什么时间看到我们的节目，都有护林员坚守在这里。与他们作伴的，只有长白山无边的林海。我们飞过的每片森林，都写满巡林员的脚印。长白山森林平安无事的59年，是他们的21549天。无数人用青春呵护的宝藏，就在我们眼前。看见远处的长白山了吗？它就在那里。它曾被奉为神山，它曾被视作资源。而从现在开始，它最自然的一面将被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。这一趟旅程沿着中朝边境飞行，在树下和枝头收获森林的馈赠，加入朝鲜族的节日庆典，与天空亲近，与一种远道而来的鱼打个招呼，和飞向南方的大雁道声再会。长白山西麓生长着吉林最有名的特产，但要看到它，需要穿越重重阻隔：高空的云、低空的雾，然后还有超过80%覆盖率的森林。就是在这个纬度，就是在这个坡度上，就是这样的树木密度导致的光照度下，人参深埋于此。地面上显眼的红色是人参的浆果，我们最常食用的是埋于地下的根茎。野山参早已可遇不可求，这些都是人们种植的林下参。春秋播种，10余年后收获。这是人与人参的约定，也是人与山林的约定。延边是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。生活在寒冷地带的朝鲜族却有着热烈的表达方式。庆祝丰收的农乐舞，花天锦地的婚礼，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辣白菜和打糕。朝鲜族妇女擅长把原本在庭院里的休闲活动发展成竞技，比如跳跳板和荡秋千，不借助外力，比谁荡得更高。后来，竞技又回归娱乐，传统的玩具被放大，升高许多倍。在420米高空的悬崖边体验云上秋千。在这里，入乡随俗可能需要多一点勇气。
这是晒鱼的架子，晒的是明太鱼，它是朝鲜族喜爱的美食。明太鱼又叫黄线霞雪，不远万里，从太平洋最北端而来。世界上最大的明太鱼加工产业就在延边，韩国80%的明太鱼都来自这里。延边临近日本海，洋流让冬季的气温徘徊在0度左右，反复的冻结与解冻能让明太鱼干有最好的口感。继续往东飞行，在空中遇见一对旅客。每到秋季，大雁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动身，来到珲春稍作休整，之后继续向南迁徙。家庭是大雁迁徙的最小队伍，即便是落单的大雁，也会被新家庭接纳，继续迁徙的旅程。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家庭，组成了我们眼前庞大的队伍。他们一次又一次飞越这片大地，每当人们抬头仰望，故乡和远方的模样都变得清晰。北雁南归是永恒不变的约定，回家的路就在前方。吉林省的西北部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，和我们一起寻找古松辽湖的遗迹，加入一场特殊的收割，去往湿地密布的白城见见刚出生的小丹顶鹤，最后在芦苇荡漾的默默阁听白鹤讲从前的故事。大约200万年前，一个浩如汪洋的湖泊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。古松辽湖，它的面积是现在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的10倍。随着地质运动，大地隆起，湖水散去，在距今2万年前，古松辽湖彻底消逝，残留下一片片泥林、湖泡、沼泽和湿地。吉林的西北部大气降水远少于蒸发，同时水中盐碱含量高，无法饮用、灌溉。然而，人类总能在恶劣的环境夹缝中创造生机。在白城，太阳将它的热情播撒在葵花身上。向日葵抗旱、耐盐碱，大风有利于它们自然授粉，结出果实。向日葵可食用、可游用、可观赏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在这片挑剔的土地上盛大绽放。往南飞入科尔沁草原，在这里，风吹草低，看不见牛羊，取而代之的是入秋前的牧草收割。
先切割，同时聚拢，然后收集打捆。科尔沁曾经是草原民族的天然牧场，因为过度放牧，一度变成了中国4大沙地之首。30年前，人们开始了退牧还草的生态工程。今天，牧草集中收割，制成饲料，可以喂饱更多的牛羊。往南飞行。6月，象海湿地迎来了一群刚出生的小丹顶鹤。成群的小丹顶鹤在野外是无法见到的。这是象海保护区人工繁育的丹顶鹤，它们正跟着它们的爸爸认识野外世界。繁育员用哨声提醒小鹤不要掉队。对于小鹤们来说，低矮的灌木丛也能成为巨大的挑战。看来有一位小朋友还没有玩够，不过现在还是要乖乖回家才行。直到今天，人类仍在和动物建立新的关系。这是一座大雁牧场，人工养殖的大雁正在进行餐前运动。牧雁犬是负责任的健身教练。大雁们准备饱餐一顿，牧雁犬还在忙着安全巡逻。具体在防范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我们在牧场外偶遇了一只狐狸，它看上去有些心虚。从高空俯瞰象海湿地，干涸留下的疤痕仍依稀可见。1998年，洪水带来的泥沙淤塞了流入湿地的河流。断水的象海湿地一度萎缩到了原本的1/10。人们从各处引水注入象海，才让它渐渐恢复了活力。距离象海不远的莫莫格湿地也有着类似的遭遇。被称作白鹤之乡的莫莫格，曾经好多年没有见到白鹤的身影。而现在，全世界95%的白鹤都会在这里停留。今年出生的小白鹤还没有褪去黄色的羽毛，这是它第一次来到莫莫格。古松辽湖的诞生与消逝，这片湿地曾经的洪水与干涸，这里的故事在白鹤的记忆中代代相传。总有一些美好值得等待。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航拍中国第3季，一同飞跃。这一趟旅程往返于吉林省的过去和现在，飞抵一座旧桥，看铁路如何改变城市的命运，造访长春市，寻找它的变与不变，在四平遇见一座机车库，感受它封存的旧日气息，最后来到大安，和过去的岁月叙叙旧。
松辽平原上，京哈高铁飞速越过松花江。离它不远，一座旧桥凝视着江水。1903年，中东铁路全线通车。从哈尔滨南下至旅顺的路段，这座桥是必经之地。今天，旧桥早已废弃，铁轨被拆除。为了防止意外，人们切断了桥身与两岸的连接。松花江上，它安静矗立，继续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强大与不屈。沿着铁路进入长春，城市的地面上也有2条轨道，54路有轨电车，穿越市中心，途经16站。60年前，它曾经长这样。3辆复古版的电车现在是长春的网红。它曾经是长春6条有轨电车线路中的1条，那时叫4号线。后来别的线路消失了，身旁的同行者多了，窗外的风景也变了。但是，轮下的青草依然，头顶的树冠依然，它的使命和轨迹也依然。吉林大学的前身之一，东北人民大学，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。眼前的这栋建筑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教学楼。把视角升高拉远，才能看清它的历史。这里曾经是规划中的伪满皇宫，参考了北京的紫禁城，以新民大街为中轴线，最南端是广场。教学楼所在的位置就是主殿，最北是御花园。这座皇宫当然没有建成，它仅仅打了个地基。1954年，这里建起了东北地质学院，它的首任院长是李四光。从那以后，这栋楼被人们称为地质宫，它的使命灿然一新，科研的梦想在这里逐一实现。清晨，低垂的云雾笼罩在城市上空。对于不靠山也不临水的长春市区来说，这一刻的朦胧非常罕见。但这座北国春城，作为新中国工业脊梁的辉煌历史，却分外清晰。汽车是长春的名片。上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选址在长春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。肩负重任的一汽被人们称为汽车业的共和国长子。1956年7月14日，在人们的欢呼簇拥中，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沿着这条林荫道缓缓地驶出一汽大门。就是在这里，新中国的汽车工业迈出了第一步。60多年间，汽车工业从一个梦想长成了栋梁。
现在，像这样的解放汽车，一天就能生产1500辆。哪里正在建设，哪里需要运力，哪里就有它们。现在，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。这里的每一辆汽车都即将去改善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生活。在中国，还有很多和长春一样的城市，用雄厚的工业，沉默而有力地撑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飞得足够高，才能看见这座巨大设施的全貌。这是一座汽车试验场，96万平方米的范围里，整合了各种耐久测试路段，可以全面考核汽车的可靠性。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太舒服，且枯燥。不过，高速测试是个例外。4公里长的椭圆形跑道上，时速最快可以达到200公里。两端的弯道向内倾斜，借助向心力，几乎不用转动方向盘就能从容地转弯。即便是重型卡车这样的大家伙，也能在这里体验飞檐走壁的刺激。净月潭曾经是长春市民的饮用水源地，后来人们开始种植森林，这里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工林场。俯瞰，如同进入梦幻的油画世界。植树人的巧思，赋予秋天最令人遐想的呈现方式。向南来到四平，100年前，中东铁路就是从这里离开吉林。这座扇形机车库建成于1925年。扇形的中心是圆形的转盘，蒸汽机车调转方向、出入车库都要靠它帮忙。在过去的1个100年里，铁路改变了整个东北的历史朝向，也记录下无数光荣时刻。前方即将到达的是本次旅程的终点站，在远离铁路干线的大安，封存着300多台退役机车。年轻时翻山越岭的他们，缓缓停了下来，肩并着肩，分享着走南闯北的故事。尽管还保持着整装待发的模样，他们再也不会轰鸣着向前。奔向远方的工作，就交给年轻的后辈去完成吧。一旁的78台蒸汽机车，原本分散在东北各地，这些50后终于聚在了一起。车头鲜红的绶带，写着他们各自的故事。也许你并非生在他们的年代，也许他们从未到达你的家乡，但你的记忆中一定有他们的身影。刚打完解放战争，
就冒着枪林弹雨奔赴遥远的战场，大地还在颤抖，就把救援物资送进唐山。从抗洪前线到西北的茫茫戈壁，都回荡着他们的声音。蒸汽滚滚的时代不会被轻易忘记，沸腾的心从未冷却。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年轻后辈们吗？这是中车长客，这里专门生产轨道客车。这是最新型的复兴号 CR400BF 动车组。复兴号是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统一命名，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。而 CR400 系列是复兴号中最快的型号，运营时速达到350公里。因为身上金色的花纹，人们给它起了个昵称，叫金凤凰。接下来的旅程从一场大雪开始，在长春遇见东北城市下雪后的头等大事，向东飞行，在雪村感受水墨画的意境，来到长白山，在古老和新潮的运动中寻找同样的速度与激情，最后来到查干湖，东捕的队伍已在此等候多时。一场大雪席卷长春，整个冬季，这种规模的降雪有可能。清雪车以雪为令，上路开工。这是一种特意为高纬度降雪城市设计的机械，通过高速旋转的滚刷，清雪车将积雪抛向下一个车道，梯形排列前进，积雪被传递到右侧路旁。清雪车很慢，时速20公里，但只有跟在他们身后，才能避免人在囧途。大雪不停，1400多台清雪设备也昼夜不停。晚高峰，城市交通井然有序。离开城市，来到松林雪村。经过雪的白描，村庄有了水墨画的韵味，于是这里也被叫做水墨松林。大雪覆盖农田，黑土地开始休养生息。在发展旅游业前，这里的村民每年都有一个漫长的农闲时节。耕牛虽然不用耕地了，但却需要载客。牛爬犁成了大雪封山后最好的交通工具。载上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一边爬山，一边赏雪。亲近雪的旅程结束，直接从雪里爬上列车，继续前行。2月，冰雪仍然覆盖着长白森林。春天的脚步离得还很远，但热情已经开始躁动。拉力赛车的拉力是因为 rally 的音译，意思是集合。
来自全国各地的拉力赛车手集合在长白山，享受冰雪赛车的乐趣。副驾驶座位上坐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，随时告诉赛车手往哪儿开，开多快。赛车要想取得好成绩，不光要开得快，也要能灵活地转弯。换上更窄的轮胎，可以在雪地上压出凹槽，像雪橇一样增加转弯时的摩擦力。这和在柏油路上赛车恰恰相反。滑雪是一项古老的运动，有着超过4000年的历史。在漫长的时光里，人们发挥想象力，不断地开创新玩法，把滑雪和杂技相结合。自由式滑雪也许是最惊险刺激的雪上项目。航拍中国提醒您，追求惊险刺激，可别忘了安全第一。离开长白山，飞往吉林西北部。冰湖上跑着东捕的马车，这是此次东捕的带头大哥，人称鱼把头。他要在茫茫冰面上找准鱼多的地方凿冰下网。为了走网，一片捕鱼区得凿110个洞。冰下的渔网长达1000米，拖鱼带水异常沉重，靠人力肯定没戏。马夫恐怕是东捕里最惬意的工种。一次捕捞耗费8、9个小时，但经验和技术让渔民们收获颇丰。在一旁想跟大鱼合影的观众，似乎比渔民还要兴奋。破冰捕鱼在查干湖已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如今它成为了1年1度的盛大节日。远远望去，还真不能确定鱼够不够分。这一趟旅程见证一条大江的成长，从冰瀑出发，在头到松花江的秋色中拐几道弯，沿江而下，遇见一座印在人民币上的水电站。在收获的时节来到榆树，最后飞往前郭灌区，在松花江两岸寻找家的味道。气温零下20度，顺天池而出的流水在雪下穿行，在冰下坠落。这里是松花江的源头。6月，白腰雨燕的叫声划破了已经封冻7个月的山顶湖泊。天池迎来了开冰。湖水温度上升，1米多厚的冰开始出现裂纹，逐渐变薄、破碎、融化。整个过程持续3至5天。每年，长白山顶只有3个月不被冰雪覆盖。随着开冰，天池瀑布水量增加，生命和流水抓紧时间绽放活力。几乎所有大河的正源都是这样，无关规模，在乎隽永。
同样发源于长白山的头道松花江，是松花江在上游的重要支流。离开长白山前，江水和铁路依山势蜿蜒，频繁交错。一天4次，通化开往白河的快速列车穿梭于五花山色之中，缓缓地拐出了几道弯。黄家崴子村只有110户村民，为了他们，列车会在此停留1分钟。但向北而去的江水片刻不停。这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水电站——丰满水电站。1955年版第2套人民币的五角纸币上印的就是丰满水电站。2019年，老坝停止运行并被爆破。作为遗址，它们被部分保留在松花江的左右两岸。沿着松花江继续向北飞行，来到榆树市。这里每年产出近70亿斤粮食，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县级市。全国产粮10强县，有1多半都在吉林。充足的粮食产量为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。玉米在明朝从多个渠道传入中国，苞米、苞谷、玉麦、棒子都是玉米在不同地方的名字。在你的家乡话里，它叫什么呢？我们眼前的松花江流经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和内蒙古，在它的臂弯中生活着5000多万人。1951年，松花江水被水坝挽流，顺着人工开凿的灌渠流向前郭灌区。通水的灌渠在夕阳下闪闪发亮。那年秋天，稻花的芬芳飘荡在松花江两岸，打破了东北只能种出玉米的断言。夏天，这里是绿色的千里沃野。秋风吹来，稻田变得金黄。松花江两岸的风景日新月异，家的味道不曾改变。